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奇大象的新单元万象奇谈，我是大象。万象奇谈每周3和周6更新，欢迎关注大象的频道。今天要和大家讲的万象奇事是一个关于超自然的真实事件——霍奇古曼童蓝猫舍命救主的真实神秘事件。很多人都知道我养了13只加菲猫，却很少有人知道我曾经经历过2起神秘的事件，或者说超自然事件，都是关于猫的。以前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，对所谓的超自然事件从来都是嗤之以鼻。但是下面我要说的这个事情，我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无法用科学去解释，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可能真的存在超自然力量。事情发生在7、8年前，地点是深圳南山腾讯大厦后面的一个老小区。这个小区风水不好，它正对着南海大道，楼下还是2条路的交汇处，有点剪刀煞的意思。它的造型也很奇怪，它的楼下花园不在1楼，而在3层。好好的大楼突然在下面鼓出来一块，而且只有单独一栋楼，孤零零的，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墓碑。7、8年前，我在腾讯大厦旁边的万利达大厦上班，觉得这个小区比较近，房租也比较便宜，就租在了这里。当时我和女朋友住在这里，养了一只小猫，特别小，才1个半月，特别粘人，整天追着人脚跑，就像粘在脚上一样。我们怕踩到它，每次下脚都特别的小心，简直就像闯入了雷区，所以给它取了个小名叫小地雷。小地雷在这里住了1个月就出事儿了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个古曼童。当时有个北京的朋友托我从香港给他带一个古曼童，因为深圳香港离得比较近，这东西也不能发快递，只能人肉去取，等下个月去北京的时候带给他。我托了一个香港的同事拿到了公司，也觉得有些邪乎，没敢往家里放，就顺手锁在公司的柜子里。然后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，真是倒霉。好好的工作突然状况百出，原本谈好的合同对方突然要解约，哪怕吃官司也不履行了，和家人也是各种的吵架，整个人负面情绪特别大，就好像吃了枪药一样。后来有个朋友觉得不对，就私下里问我，你最近怎么这么倒霉，不会撞了邪了吧？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想了想，他妈的，会不会是那个古曼童搞的鬼呢？我就赶紧问了问北京的朋友，这鬼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朋友说，古曼童就是小孩，很小心眼，让我千万要招待好他，经常给他点小零食、玩具什么的，不然他会不开心的。我心想，完蛋了，感情还真是撞了邪了。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，我哆哆嗦嗦的打开保险柜，顺手把桌子上的可乐、巧克力给他丢了一些进去，低声说，小娃娃，你别给我捣乱哦，你爸爸在北京，过几天就给你送回去了，别再折腾我了呀。这种事情怎么说呢？要是说当天就转运了，那绝对是胡说八道的。但是从那以后，确实运势一天天的转好了，工作慢慢理顺了，家人也和解了，就连路过彩票店顺手买张彩票都中了800块钱。可能有人觉得，那这古曼童还不错，看来还真要去请几尊供奉起来。狗屁，大家马上就知道了这玩意儿有多邪乎，可千万不能碰。在去北京的前一晚，我咬咬牙把古曼童拿回了家，就放在客厅里，想着第2天赶紧给他送过去。我比较习惯晚睡，一般都要凌晨2、3点才睡觉。结果那天晚上突然感觉很累，眼皮睁都睁不开，身体也很沉，像是感冒了，胡乱挨上床就睡着了。当时感觉很累，眼睛合不上，但是意识很清醒，就像进入了梦魇。这时我就清晰地听见客厅里传来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，就是一个小孩子光着小脚丫在地板上跑，还有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，那种童言无忌、无忧无虑的笑声。接着啪嗒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接着就听见他爬上了床，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我身边，慢慢靠近我，好奇地看着我。这种感觉极度逼真，我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呼吸，感觉到他毛乎乎的头发，感觉到他的眼神。我拼命地想扭动身体，却一动也动不了。这时就听见一声巨吼，那是一个霹雳雷霆般的怒吼。
声仿佛洪钟大吕，又似金刚怒吼，严肃宏大庄重，猛然发起，又戛然而止，声音短暂而洪烈，音节类似啊或者喳，很短促。这个声音特别大，就像有人拼尽所有的力量在你耳边猛然地喊了一声，震得我耳朵嗡嗡地响，震得整个房间簌簌地往下掉灰，震得整个世界摇摇欲坠。随着这个宏大而庄严的声音，我就感觉那个小孩子，或者说周围的一切魑魅魍魉，瞬间灰飞烟灭了，整个世界变得干干净净。我也终于从梦魇中醒了过来，坐了起来，然后我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这句话把在旁边看电视的女朋友吓着了。我定定地说，完了，小地雷死了。我们开始疯狂地到处找小地雷，床底下没有，桌子底下没有，厕所里没有，客厅里也没有，房间没有，厨房也没有。我仔细地看了看，只有客厅顶端的通气窗开着，但是理论上来说它是不可能跳上去的，除非它能凭空跳起来2米多高，它才是一个不到2个月的小猫啊！排除了一切不可能后，再不可能的事情都有可能了。我们住在14楼，大家常说毛的平衡力很好，它从10楼跳下去可能都摔不死，所以我们马上下去找它。我随便穿了件衣服，拿了一个手电筒，还有一把小刀，和女朋友2人下去寻猫。出门时我专门看了一下时间，当时是0点05分。排除我们在家找猫的几分钟，我刚才被那个声音惊醒时，正好是午夜0点左右。之前说过，我们这栋楼很奇怪，它的花园没有建在1楼，而是在3楼，所以它要是跳下去，那肯定是在3楼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去3楼，电梯是老式电梯，灯光扑闪扑闪的，像是坏了。电梯一打开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整个3楼所谓的空中花园，其实就是一个废园，好多人直接从楼上往下面扔垃圾，也没有人清理，底下堆成了一个个的垃圾山，荒草丛生，到处都是1人多高的灌木丛和草丛，而且灯全坏了，只有电梯口有盏幽幽的灯泡，其余地方漆黑一片。这怎么找呢？就在绝望时，我听到草丛里传来一声猫叫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那就是小地雷的声音。我经常加班，有时候回来很晚，但是不管有多晚，不管他在吃东西还是在睡觉，他听到我开门的声音，都会拼命地跑过来，扑到我的身上，然后抱住我的腿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哼唧声。刚才那个叫声就是他极度满足的哼唧声。我的小地雷没有死，他就在草丛深处，他也许受伤了，也许腿断了，也许肚子被豁开了口子，也许在流血，他在等着我去拯救他。我不再迟疑，让女朋友待在电梯口等我，我一只手举着手电，一只手拿着刀子过去找他。那是一个极度黑暗的夜晚，黑漆漆的天空，黑漆漆的荒野，天空上惨淡的几缕云彩，连一丝月光都没有，脚下坑坑洼洼，全是断石、垃圾、密扎扎的灌木丛。我举着昏暗的手电，在灌木丛中低声地呼唤他。我找到一块地方，又找到一块地方，突然我听到前面传来一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兴奋了，是地雷！我奔跑过去，发现前面是一个旱厕所，3楼花园的角落里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旱厕所呢？很是怪异，而且这2扇旱厕所的门也很怪异，原本刷成了白色，后来油漆脱落，看着很像靠墙竖着摆放的2口棺材。我没有多想，试着推了一下，厕所门竟然从里面反锁了。我一下子火了，一脚踹开了厕所的门，然后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。第一个厕所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第2个厕所只有一只很大的，差不多有暖水壶那么大的一只巨鼠。那只巨鼠并不是趴在地上，而是像人立在那里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当时我感觉特别怪异，昏暗的手电筒光线下，我根本看不清巨鼠的表情，但是你却能清晰地觉得那只巨鼠对你不屑，而且在质问你凭什么闯入了它的领地。如果是白天，或者说其他环境，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场面非常的荒诞可笑，一个人竟然被一只老鼠吓住了。但是在那个夜晚，那种气氛下，
你会感觉无比的恐惧，但是愤怒压过了恐惧。我握着刀子，用冷冷的带着点颤抖的嗓音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他，我是来找我的猫，不管谁阻止我，我一定会杀掉他。他毫不畏惧的和我对视，用一种完全戏谑的轻蔑的眼神看着我。你看不到，但是你能清晰的感觉出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只有几秒钟，也许有几分钟，那只巨鼠发出吱呀一声，然后跳进旱厕所的粪坑里，消失不见了。我的神经才松懈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觉得整个后背都湿透了。我继续寻找小地雷，整个花园实在太大了，我找了一丛又一丛，到处都是1人多高的灌木，微弱的手电筒根本看不到。黑压压的草丛里，我费劲地扒开才能看清楚地面，就凭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得到。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想着我的小地雷就在我身边，他就在不远处痛苦的挣扎流血，身体渐渐变冷，然后死去。但是我就是找不到他，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我对着远处黑压压的灌木丛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地雷，我的声音充满了凄凉和悲怆。我知道我要永远地失去他了。就在这时，超自然的事件或者说神迹出现了。我之前说过，所谓的真实的超自然事件，一定是你在清楚的意识中发生了彻头彻尾的物理学上的改变，这才能证明是真正的超自然事件。当然，在我眼前就这么出现了一幕，原本是漆黑漆黑的夜晚，周围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灌木丛，微弱的手电光只能笼罩周围1米远。突然，我眼前出现了一层白雾，接着白雾慢慢散开，我就感觉周围的光线明亮了一些，身边的灌木丛从漆黑变成了灰黑色，接着变成了浅灰色，然后是灰白色，就像日出前的几分钟，天色突然由黑转白了。是的，在那一瞬间，天仿佛亮了。接着在我眼前陡然出现了一个光柱，光柱是七彩色，像一道彩虹，以我为起点，贯穿了大半个花园，另一头在一处灌木丛中，视线感觉是弯曲的，像是穿过了一道弧形隧道，然后就清清楚楚的看到了隧道的另一端的场景。在这个光柱隧道尽头是一个半米高的灌木丛，灌木丛里有许多垃圾，最上面是一个干瘪的可乐罐，甚至能够清楚的看到可口可乐上面写着1键3连。在这个可乐罐的旁边就躺着我的小地雷，我最亲爱的小地雷啊，他在看着我，他的脑袋是扭过来的，正对着我，我甚至能够感觉到他还冲我叫了一声。我大吼了一声，我找到地雷了，然后撒腿就往他那里跑。我跑得如此之快，我跪下身子，颤抖地伸出手，想紧紧地抱着他，把他带回家，想看着他的伤严不严重。但是我的手触摸到他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已经死去多时了，身体已僵硬了，已经凉了。我就跪在那里看着他，他的头几乎转了180度，用一种非常怪异的姿势硬支撑着，朝着远处看着。那个方向就是我一路跑过来找他的方向。他是在看我吗？他已经死去了，还在挂念着我吗？我的眼泪大滴大滴的落下来。我女友站在电梯旁，她没有手电，过不来，在旁边大声喊：他怎么了？他怎么样了？我没有说话，脱下毛衣将他好好的裹住，抱在怀里。我已经把他弄丢了一次，这次不会再把他弄丢了。我抱着他，就像抱着整个世界，一步一步地朝电梯口走去。我用脸贴着他冰冷的身子，告诉他不要怕，爸爸现在带你回家。走到电梯口时，他的身子突然猛然地挣扎了一下，真的是猛然挣扎。我用毛衣把他裹得很严实，还打了死结，但是他当时就像泥鳅一样，一下子钻了出去，摔在地上，从毛衣里滚了出去，小小的身子一口气滚到女友脚下，滚到了电梯口。我平静地说，他可能最后想看你一眼。女友蹲在地上放声痛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电梯上有一个白色的影子，像是个姑娘，穿着一个白色的连衣裙，个子很高，电梯直反射到她的脖子。我当时特别累，也没有多想，觉得是我女友在电梯上的倒影。后来埋葬地雷后回到家里，在讨论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才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因为当时我女朋友并没有穿连衣裙，而且也不是白色的。那当时在这个电梯上的白影子又是谁呢？经过这个夜晚后，我们都大病了一场，休养了小半年，才慢慢的
恢复了元气，而小地雷也成了我们之间一个禁忌，很少再提起它。只是偶尔在某个深夜，我心情抑郁，在某个旅途中看到一只怯生生的小猫，在某个寒夜突然回想起往事，我还会想起它撒娇的呼噜声，想起它僵硬的身体，想起那个黑暗的夜晚，我疯了一样的呼唤它。我很难过，我只是养了它1个月，它却用终生来报答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可能还不只是终生。好多年后，我离开了深圳，去了北京，遇到了一个义士。这个艺人很厉害，也指点了我很多东西。我就和他说了这件事情，这个艺人就感慨说我还年轻，根本不知道这只猫对我有多好。他说那只猫呼唤着你，让你过去，以及最后挣扎着从毛衣里出来，那不是要最后看你女朋友一眼，而是要救你们啊！你之前说那个电梯上穿白裙子的女人应该是个恶灵，那个晚上黑云压月，怨气冲天，连巨鼠都要藏起来，这是索命的天象。你想想，电梯才多高，怎么可能看不到人的头呢？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个女人当时悬浮在半空中俯视着你们，所以才看不到头。那只猫它虽然死了，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保护了你们，要不然你们现在可能都是死人了。我强行压制住泪水，颤声地问他，那小地雷呢？他就叹了一口气说，猫咪最后的灵力是保佑它渡轮回穿6道的，这口气万万不可以耗掉，要是耗尽了，它就真的要魂飞魄散了。我就抓住居士的手，如何才能拯救它呢？老居士叹口气，所谓的魂飞魄散，并不是彻底的灰飞烟灭，毕竟猫的灵力还是很强的，只是魂飞消散在那天地间，要是能够聚拢起来，还是可以投胎转世的。你就多给他祈福吧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事，这些都是念力，等念力够了，他就会转世了。故事讲到这里，真诚的希望观众老爷们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评论，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故事，为他祝福吧。本期节目就这样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